天我们要聊的这颗芯片有点特殊啊，它是三星在欧洲和东南亚版本的这个 S26和 S26 Plus 上搭载的自研芯片 Exynos 2600。在10年前啊 ，Exynos 曾经被我们是奉为安卓之光啊，因为当时高通那边的火龙810把各大安卓厂商是弄得鸡飞狗跳，但三星自家的 Exynos 7420就凭借非常优秀的三星14纳米 FinFET 工艺，成了安卓大区唯一能跟苹果分庭抗礼的希望啊！但是在台积电支棱起来之后呢，三星工艺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连带着 Exynos 芯片也记了，能效啊也是落后高通竞品好几代啊！这么多年来呢，三星也只敢在部分市场使用 Exynos 的芯片。不过如今的这个 Exynos 2600啊，似乎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啊。首先啊，三星是比台积电更早用上了 GAA 工艺，率先进入了2纳米节点，那它会不会就不像以前的三星工艺那么拉了呢？其次啊，这个 Exynos 2600也是世界上第一颗采用了 HPB 封装的手机芯片，有望解决手机 POP 封装内存叠在 SoC 上导致的积热问题啊。再者，它在芯片设计上也有不少的看头，比如说它的 CPU 是一个1超大加9中核的离谱配置，而它的 GPU 啊更是用上了 AMD 最先进的 RDNA 4架构授权，连 AMD 自己的核显都没这个待遇呢。是不是听完我的描述，你也很想知道这个芯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正好啊，我还有一位研究芯片的朋友谭三圈也对它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就买了一台新加坡版的 S26，把 Exynos 2600磨开来，好好分析一下，再把它的性能、能效这些全部测一遍。那么就开始吧。那我们先把手机拆开来看看好了，光拆除主板你就已经能够发现一些端倪了。这怎么有一个5G 基带在这儿呢？原来啊，这个 Exynos 2600并没有内置基带，而是采用了自家的骁龙5400的外挂基带，和谷歌 Pixel 9同款，采用三星4纳米工艺制造。可是这就奇怪了，这三星啥都是自家做的呀，对吧？它又不像之前的苹果那样依赖高通基带，没道理不能做集成啊。其实吧，前几代的 Exynos 一直都是集成基带的，这一代被迫外挂，实际上和这个芯片本身的设计是有关系的。我们待会儿就会揭晓原因了。上面这个大芯片啊，就是 Exynos 2600 SoC 的本体了。不觉得它的封装看起来很神奇吗？跟一般的手机芯片都不一样啊。正常来说啊，手机芯片底下是 SoC， 上面是内存，2层叠叠乐，就是我们叫 POP 分装。那为啥要叠叠乐呢？因为手机的主板非常小嘛，这空间是寸土寸金，如果不把内存叠在 CPU 上，就会挤占其他部件的空间，比如影响到电池容量，对吧？叠叠乐在过去10年里啊，一直都是手机芯片最合理的封装方案。但随着手机的功耗越来越高，这个叠叠乐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就是积热。你在内存芯片上贴散热，那是很难把底下的 SoC 的热量给导出来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隔靴搔痒的问题呢，这次三星就提出了 HPB 封装，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设计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我们这一次也拍了 CT， 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它是把内存颗粒缩小了1半的面积，并且把内存的 BGA 触点全部转成了一条竖长的界面，移到了基板的一侧。旁边的 SoC 啊，上面一层树脂填平高度 ，SoC 的正上方这么大一片空间就可以涂上硅脂，贴上一个铜制的导热顶盖，这个导热顶盖啊就叫 HPB 啦。那根据我们的测绘来看啊，它压的这个位置正好就是芯片的 CPU 和 GPU 这2个大热源的正上方啊，想的还挺周到的啊。这么设计呢，就能把 SoC 主要的热量尽可能都高效的导出到均热板上啊。从原理上看啊，这似乎是一个挺容易理解的创新。那为什么是三星先跑出来做这件事儿呢？因为三星又做内存又做 SoC 呗，它肯定比大多数的厂商更有条件去试水这些封装上有的没的。那这个 HPB 到底能带来多少的散热提升呢？其实很难量化，但是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已经能明显感觉到一些差别了。你还记得我们在8 Elite Gen 5那期节目里讲的，液氮跑单核都能过热降频，根本稳不住吗？我们这一次在测 Exynos 2600的时候，确实就没有再遇到这么严重的积热了。虽然因为绝对功耗高，再加上 S26它这个不算什么顶级的散热啊，也并非完全没有降频，但基本上用一个强一点的散热背夹也是可以压一个7七八八的，不需要液氮就能够跑满了，还挺管用的啊。那在聊芯片的架构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聊一聊它所使用的这个三星2纳米 GAA 工艺。到
到底有没有比英特尔的这个18A 还有台积电的3纳米更强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谭三缺来分析一下吧。谢谢云飞送的稀有芯片，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切了，在 X 和 Y 方向上切了2刀，然后放到2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来一窥三星2纳米工艺的秘密。我们切芯片的刀法还是比较精准，这次应该是正好切到了芯片里晶体管密度最高的部分，待会儿细讲。先来看一下2纳米晶体管的剖面，这里每根头顶悬浮3枚纳米片，就是典型的 GAA 晶体管形貌了。三星这边叫 MBC FET， 英特尔那边叫 Ribbon FET， 其实都是指的山级全环绕，简称 GAA 了。旁边放一粒老演员噬菌体，大家感受一下大小。在这个尺度下去雕刻晶体管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尽管三星是最早开始量产 GAA 的，22年底出货的3纳米就已经是 GAA 了，但客观讲，仅从这次实验数据看，三星2纳米 GAA 的形貌控制与工艺一致性比英特尔还差点意思。其一是少了一片纳米片，这些躺平的板板，简单说就是晶体管的并联通道，所以同等条件下多一枚纳米片能提供更大的驱动电流，有利于提升逻辑单元的性能，但代价肯定叠4片比叠3片的工艺挑战更大。当然，除了堆数量，还可以改变纳米片的宽度来调节驱动电流和功耗。比如这次三星的剖面里，我们发现排列有宽片和窄片2种尺寸的晶体管混合使用，来平衡芯片不同区域路径的能效。18A 里面也是宽窄片混用，只是比例不同。但三星的另一个问题是纵向排列的这3枚纳米片尺寸不是很一致。我们大致手工测量了一下，都有点上小下大、上窄下厚，头顶怎么尖尖的？这应该是整体工艺的问题了。因为从器件设计的角度，同一种晶体管，我们通常希望从上到下的纳米片尺寸尽量保持一致，否则并联宽度不同，每片的电流会分配不均。相比之下，英特尔的形貌一致性就控制得更好一些，纳米片更接近等宽排列。18A 因为我们最近也切了嘛，里面还能看到背部的晶圆供电和电容阵列，具体以后单独讲。当然18A 也有缺点就是它的单元库占地面积大，晶体管密度比较拉。而三星2纳米里面，要不是我们这次刀法好呢，切到了以前从没报告发现的，也许是三星最高密度的单元库，就是这2道沟槽之间的窄片单元，包含 PMOS 和 NMOS 2类晶体管，总的体长只有约143纳米，纵向的山级间距约50纳米。这个测出来我们还是比较意外的，因为比三星前代工艺的尺寸要小不少，缩放的步子迈得有点大。这里放一个英特尔我们实测的单元库，大家感受一下占地面积。如果以此来计算极限晶体管密度，两者能相差约20%，看得出三星在工艺上也是太想进步了。而与这2家对比，发哥天玑9500用的台积电3纳米仍然属于鱼鳍晶体管 FinFET 古法工艺，因为台积电要到今年的2纳米才会启用 GAA。那理论上，由于 GAA 把3面环绕的鱼鳍片升级成了4面全包的纳米片，山级对沟道漏电的控制力更强，所以 GAA 器件尺寸能缩得更小，晶体管密度能做更大。但 GAA 毕竟刚开始量产嘛，工艺和良率还有待优化，不可能一下缩那么小。而台积电的第3代3纳米工艺 N3P 是它迭代打磨10年后最后也是最强一代的 FinFET 工艺了。所以 N3P 里最紧凑的单元库能做到体长140纳米，山级间距47纳米，这个尺寸其实比三星2纳米还要略小一点点。所以如果不看晶体管种类，只算极限密度的话，三星2纳米与台积电 N3P 差不多，英特尔18A 暂时落后，但它自己有减少压降的专属 buff， 而且不做手机芯片，这里就不讨论了。等苹果真的用上英特尔14A 工艺了，到时再拉出来做3家对比。综上，从我们切开芯片的解剖结果来看，三星2纳米与台积电3纳米的最高晶体管密度接近，再结合我们能谱分析的结果，从金属材料 COAG 到高 K 山级、先进制程里这些常见技术，2家也都用上了。所以单看工艺 ，Exynos 2600跟三星前代相比进步很不错，尤其是工艺库的缩放，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能效上的进步。但跟同期发哥的天玑9500相比，毕竟还是早期 GAA， 不会比最强3纳米有什么工艺上的神秘加成。当然，制造工艺只是芯片性能的一部分，具体让我们看极客湾的真机实测，交给云飞。感觉这个三星2纳米，光看密度虽然还是稍微有点注水，但好在啊赶上了台积电 N3 的屁股，也算是不错了，对吧？好歹是比以前要强了啊。那了解完了工艺之后呢，我们也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 die shot 看看，对吧？还是请我们的老朋友把它磨开来看看吧。应该说啊，这个 Exynos 2600是真的很巨大，在没有内置基带的情况下，它的核心面积都达到了141.5平方毫米，这是本世代乃至几乎所有的手机芯片里的面积之最了。考虑到封装限制，其实140平方毫米已经达到了手机芯片的极限了。这也是为什么三星会选择把基带外置啊，因为这个 SoC 里实在是塞不下了。如果你再加上基带呢，160多平方毫米，那得和这个M5差不多大了啊。
不含基带都这么大的面积，那这个 Exynos 2600里到底是塞了些啥玩意儿啊，对吧？其实啊，这个面积主要是被它的 GPU 和 NPU 这2位给占掉的。这一片啊，就是它的 Xclipse 960 GPU 了，它占据了整个 SoC 23%的面积，远远大于其他家。单看 GPU 部分的话呢，它的面积比高通的 GPU 啊，整整大出了46%啊，太吓人了啊！然后啊，三星的这个 NPU 也是非常的巨大，就比其他几位对手要大得多啊。至于它的 CPU 部分啊，大小就比较正常了，和隔壁高通和发哥的占地面积是差不太多的啊。那我们就先从它的这个 CPU 说起好了。三星这一次的 CPU 啊，也终于是抛弃了 A5XX 的小核，转向了全大核架构。但是它的全大核跟另外3家的全大核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啊。这一次的 Exynos 2600啊，用了1个 C1 Ultra 的超大核，搭配9个 C1 Pro 的中核，中间是完全没有拿 C1 Premium 大核来衔接啊。哇，这一个爸爸带9个小朋友，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啊？不过在三星这里呢，核心并不是被简单粗暴的分成1超大加9中的，这9个中核还是被分成了2组的，其中1组3颗中核，峰值频率会拉高到 3.25G 来充当大核，剩下1组6颗中核，最高 2.75G 赫兹。所有的 C1 Pro 中核都配备1兆的 L2 缓存啊，最后就是这个光感司令 C1 Ultra 超大核了。该说不说啊，三星在缓存配置上还是给的挺大方的，给了超大核3兆的 L2 缓存，比发哥的9500要更大，再外加总共16兆的 L3 缓存和24兆的 SLC 系统缓存，这简直就跟缓存不要钱一样啊！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从它的这个 CPU 单核能效看出这一次三星2纳米工艺的电气性能呢？我们首先啊就掏出 Spec 2017来测一下它的这个 CPU 超大核的能效。既然它的超大核用的是 ARM 的 C1 Ultra， 和台积电3纳米的天玑9500是同款，那么对比9500的单核能效就很有看头了。我们实测啊，在整数测项里 ，Exynos 2600的这一颗超大核能效好像完全不输给天玑9500啊，2位是缠在一块，非常的焦灼啊，并没有出现以往三星芯片那种明显差很多的情况。三星的中高频部分甚至还有些微的领先呢。那相比8 Elite Gen 5的超大核呢 ，Exynos 2600也是差距不大。莫非真给它三星整明白了？哇，这个工艺的表现真的是还可以啊！我们也看了一下浮点测项 ，Exynos 2600这一颗 C1 Ultra 会比9500的 C1 Ultra 略微逊色一丢丢，但整体基本上还是半斤八两的水平。说它是当代旗舰水准的能效是绝对没毛病的啊！当然了，光看单核能效呢，我也没办法直接下定论，毕竟哪怕用着一样的 IP 核，处理器的后端设计也会影响到表现。我们在玄界那期视频里就已经证明这一点了。但至少你能看出来，三星这一次 SFR 工艺应该是没有比台积电的 N3 差多少的，这比以前来说还是强了太多了，对吧？三星工艺终于不拖后腿了，不容易啊！解开了三星2纳米工艺的谜团之后呢，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1+9核的离谱 CPU 配置到底疗效怎么样呢？搞这么多的小核，至少多核刷分应该挺在行的吧？你还别说，它就真的太适合刷分了。来，请看 GB6 的 CPU 多核能效曲线。你敢信啊？这 Exynos 2600居然直接拉爆了8 Elite Gen 5啊！而且是全频段领先。这个多核相比发哥的9500那是强的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去，三星登顶多核能效榜，搁以前你能想象得了吗？太扯淡了！这10核打8核，优势在我啊！其实玩 PC 比较多的同学呢，可能早就已经看习惯了。前几年的英特尔也好，这2年 AMD 的笔电 U 也好，都是在猛堆小核数量，拉高多核性能。而三星这一次只是做到了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中间性能段的核心，只堆1颗单核，剩下全拿小核刷高多核分。这下分确实是刷上去了，能效曲线确实好看得很啊。但实际体验是不是也有那么强呢？我觉得是并没有的，因为如今的手机应用工况就没有那么两极化，要不就只吃单核，要不就吃满多核，根本不是这样的，对吧？很多的应用都要求有多种性能级别的多个核心可以灵活调用啊，不管是苹果、高通那种2个超大核，还是发哥的1+3+4，都是有一定梯度的，可以尽量合理的去调用。而三星的这个1+9呢，软件调度起来应该是很头大的。一方面，它的
得把好几颗小核提频去充当大核用，这几颗小核会离开甜点的能效曲线。另一方面呢，很多的软件也调用不了这么多核心，可能最终还是有那么几个核一直都用不上的。那它这个优秀的能效曲线就和实际体验脱节了。顺带一提啊，我们最近也是采购了全新的电源设备，压降比之前低了很多啊，所以从这一次开始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能效曲线啊都用新电源复测了一遍，应该越往高频段走呢，功耗会比之前要越准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能效曲线前后有点不一样呢，也不要觉得奇怪，我们之后也会把新测的这个能效曲线上传到 SoC PK 的啊。那再来看看 GPU 啊，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次 Exynos 2600的 GPU 部分啊，占地面积巨大无比，这颗名叫 Xclipse 960的 GPU 到底堆了多少料呢？那我们知道这玩意儿是基于 AMD 的 RDNA 4架构授权魔改来的，但是和 PC 上的 RDNA 4显卡非常的不一样。Exynos 这颗 GPU 砍掉了大量特性，比如你在它的驱动里是完全找不到 WMMA 的 ，BF16、FP8 这些加速它全都跑不了，因为它把 AI 加速单元全部砍掉了。啊，这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支持 FSR 4的超分。既然砍掉了大量三星认为不需要的单元，为啥这个 GPU 还这么庞大呢？啊，因为三星似乎是像着了魔一样的在给它疯狂的加料啊。作为一颗16 CU 的 GPU， 它的 FP32 ALU 的规模要比 PC 上同为16 CU 的 890M 核显还要大得多啊！你像正常的，比如 RDNA 2时期的 GPU 啊，每个 CU 里是包含64组 FP32 的 ALU。那从 RDNA 3开始呢 ，AMD 是带来了 VOPD 技术，每个 ALU 在合适的指令组合下呢，是可以双发 FP32的，所以峰值情况下是可以等效于128组 ALU 的。不管是780M、890M 还是 RDNA 4的桌面显卡，都是这个规格。那么三星这个魔改 RDNA 呢？它的每一个 CU 啊，总共有224组 FP32 的 ALU 啊，而且不是 VOPD 扩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真堆了224组 ALU 啊！哇，我跟你说啊，就不管是 N 卡、A 卡还是 I 卡，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 GPU 单个计算单元的规模有它来的大了，这个就很离谱了。那造成的结果啊，就是三星的这颗 Xclipse 960的 GPU， 它的 FP32浮点算力我们测出来最高啊能够干到将近7 TFLOPS 啊，比同样16 CU 的 890M 算力要高得多啊，这听起来是很牛逼啊，是吧？但是我要开始反转了。浮点算力高就代表它的图形性能一定高吗？其实未必啊。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内存缓存的带宽。那这个东西是有点遵循木桶原理的啊，就是你哪怕无脑去堆算力，内存带宽不够，很多的算法卡在了内存瓶颈上，发挥不出来，那你多堆的那些算力也就浪费掉了，对吧？但很不幸的是啊，手机的内存位宽只有主流 PC 轻薄本的一半，带宽要比 PC 小得多啊，顶天80多 G 每秒。而且和大方到缓存不要钱的这个 CPU 部分不同啊 ，Exynos 2600这么大一颗 GPU，它也没有给特别多的 L2 缓存啊，给了2兆吧，这也就和桌面端的 890M 核显差不多啊。这点点内存缓存带宽啊，其实就只够这一颗特大 GPU 跑在较低的频率上啊。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啊，毕竟手机 GPU 平时就是低频用的最多嘛。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小一点的规模，抬点频率呢？能效可能半斤八两，但面积却能小得多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把基带给集成进来，怎么想都感觉更合理一点吧。老实说啊，我是有点没搞明白，为什么要在没有大缓存的情况下对这么多的 ALU 的。这里我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物言模型来说明问题啊。咱们姑且不说缓存吧，就单说内存，底下这个数字代表了一个算法读写一次内存能够续航多少次浮点运算，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游戏里的各种算法对内存带宽有多敏感。那三星这个 GPU 啊，如果拉满了跑啊，只有这个值达到了82的算法，才能完全吃满它的浮点算力。那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图形算法是什么样的内存开销啊？比如最原始的模糊算法，这是极端吃内存的，大概就只有0点几，意思就是读写1 byte 内存只够做0点几次浮点运算。那么像延迟渲染写入记 buffer 差不多是1到10，像 SSR 屏幕空间反射呢，大概是在5到20，哪怕是不那么吃内存带宽的体积物或者是粒子特效呢，这个值也就20以上，只有在 PC 上拉满设定才可能会超过100啊。这种效果在手
手游里是真的很罕见的。所以大多数手游的图形算法在这颗 GPU 满频率上都是撞内存墙的。当然，我前面也说了，正常工况啊，这个 GPU 也不会跑高频，基本都是降到低频来用的。那它这个线就会跟着降到和其他家差不多的位置上了，那就是花了更多的芯片面积，实现了和别人一样的效果。这怎么算都是挺浪费的啊。但反正造芯片的钱是三星掏的嘛，它也不外卖，对吧？面积大了，造价贵了，对于用户来说呢，也未必感知很强吧。大家最关心的，估计还是这个 GPU 的能效，对吧？这一颗 RDNA 4的核显到底实际性能有多强呢？我们测下来，放在移动端确实还是挺强的。这个是它的3.1 SNL 能效曲线，它这个 GPU 啊，毫不意外的能效全程压制了高通的8 Gen 5。相比目前手机 GPU 的王者天玑95，能效也已经很接近了。实际上啊，它这个 SNL 3200多分的分值成绩呢，确实是超过了 PC 上的核显常青树 780M， 比起频率更高、内存带宽更大的 890M 也差得不远了。这一波在核显上猛堆料，至少能效上还是挺好看的，没拉吧？只要没多收钱，对于用户来说就是没问题了啊。但是三星也确实是在工艺制成不差的情况下，用比别家大得多的 GPU 面积，实现了差不多的能效。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芯片设计上好不好呢？我也很难完全赞同它的这个设计思路吧。总的来看，这个 Exynos 2600最大的好消息，确实还是它这个三星2纳米的工艺制程不拉了，密度、能效都过关了，三星工艺总算是支棱起来了，并且通过疯狂加中和，实现了纸面上很好看的 CPU 多核能效。GPU 大幅魔改自 AMD 的 RDNA 架构，这个能效同样也是很不错啊，但是狂堆 ALU 也有点用力过猛了，这个占的面积过大了，就没法内置基带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Exynos 2600虽然也不是什么烂货吧，但我高低也得给它颁一个年度最抽象芯片奖啊！但是再怎么抽象，它相比前几代的三星芯片还是好了太多啊！那么问题来了，理论能效这么强的一颗芯片，实际在手机里的各种应用能打得过高通的竞品吗？我们干脆又买了一台国行的 S26，搭载了骁龙8 Gen 5 for Galaxy， 直接拿它俩对比一下，对吧？三星打三星，够公平吧？那首先就来玩点游戏看看好了。那先来看一个它一定能够跑动的游戏，就是《原神》。那我的初衷是先找一个一定能跑60帧的游戏，这样能更准确的通过功耗看出来能效上的差别但这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没想到这理论能效那么强的 Exynos 2600，玩个《原神》也并不能全程贴满60帧到了后半节17分钟开始，也是会有那么一丁点降频，开始掉帧的。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前半节打满的功耗好了。这台 Exynos 2600的 S26 是整机5.3瓦，那作为对比，隔壁高通8亿5的 S26 只有4.4瓦，搭载了8亿的 S25 也不过4.7瓦多。当然，如果是拿出更早的8 Gen 3机型，那个功耗就高太多了。三星这个 Exynos 2600再怎么说能效也是远远强于骁龙8 Gen 3的，但确实理论多核干8 Gen 5，游戏能效却打不过8亿，还是稍微有点让人失望的当然，其实我早先也已经预料到了前面我也讲了嘛，这9个中核其实就是猛刷分用的，实际用起来有的苦了。从原神的调度来看它就是乱七八糟它的 CPU 7和 CPU 8会交替冲到一个很高的占用上，但一个核占用高，另一个核是完全不干活的。CPU 6和 CPU 9，也就是超大核，也都基本没动。与此同时，你看它的这个频率玩个原神都要把这9个中核拉爆到将近2G 赫兹这个调度策略真的是何意味那作为对比，8亿5虽然三星也关掉了一个超大核来用，但是整体占用一直是比较低的。中核在数量少得多的情况下，频率也仅仅控制在1.2G 赫兹左右，节省功耗，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调度策略这个 Exynos 的跑法实在是有点离谱能效不好看也是情理之中了。只能说优秀的三星工艺和最新的 ARM 架构还能 carry 一下它接近个8亿的水平，也是很不容易了。连原神都跑这个性能，那其他游戏就更不必说了。一旦 CPU 不够用，要看调度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会有多拉比如明日方舟周末地，我们5凌晨跑图实测30分钟下来呢 ，Exynos 2600的这台 S26只能跑到30多帧远远不如8亿和8亿5的三星机型这个性能仅仅和8 Gen 3机型半斤八两当然了，5.4瓦的功耗还是要比8 Gen 3低得多的但是你也看到了，三星根本就没法调
多好这个10核 CPU 啊。那其实一开始的这一段啊，它甚至是能够跑满60帧的，因为超大核居然罕见的动起来跑高频了。那代价就是功耗跑到了10瓦多啊，撑不了多久就降频了。不过一个三星手机居然10几瓦功耗还能撑2分钟，而不是秒降频，感觉它这个 HPB 导热确实也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呀，是吧？你说啊？最后我们也测了一下明朝拉海洛摩托跑图 864P， 跑个40多帧，这个能效依然是介于8 Gen 3和8 E 之间吧。如果忽略功耗，单纯比游戏性能呢，依然是没有干过8 Gen 3的 S24啊。我说什么来着？这玩意儿确实是调度噩梦吧。除了游戏之外啊，应该大家也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国际版的 S26续航表现怎么样啊 ？Exynos 2600机型的续航会和它的这个理论能效更接近呢，还是会像游戏一样比较拉呢？看起来这个续航是比较拉的。国际版的 S26啊，在我们的极客湾5G 续航模型 3.5 里，仅坚持了6小时45分钟，相比 S26国行少了整整1个小时的续航啊。对于本就续航不长的机器来说，少1个小时是极为致命的。在电池加大的情况下，它的续航也就和上一代8 E 的 S25差不多，所以日用能效依然是干不过8 E 机型的。这个续航可能也就比 Google Pixel 10好那么一丝吧，都是吊车尾的水平啊。不过续航差的锅并不能全部扣在它这个 Exynos 2600的 SoC 上，我觉得罪魁祸首可能是外挂基带。那没办法呀，这个基带不仅用着远不如 SoC 的三星4纳米工艺制成，还需要额外的电路有额外的启动功耗，对吧？还占用了额外的主板空间。那外挂基带这个东西就是个坏文明，这一点苹果已经是深受其害了。去年小米玄界我们也看到了影响不小，对吧？三星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很抽象啊，那2家你可以说实在没办法，而你三星明明设计制造全靠自家，完全可以做到协调各部门的设计，为什么还是把基带给外置了呢？对这么大面积的 GPU 而不放基带，真的合理吗？反正我是有点看不明白啊！但是不管这一次的 Exynos 2600在设计上有多少抽象问题啊，总体上还是被三星 SF2 工艺优秀的能效表现给盖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工艺制成确实是当代芯片表现的这个决定性因素对吧？以前三星工艺拉，芯片是怎么做都拉，现在工艺赶上来了，芯片再怎么设计都差不到哪儿去，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三星 Exynos 2600这颗神奇芯片的分析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这期视频的信息量够大了吧？我们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来分析。如果大家觉得看得挺过瘾的话，有所收获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对吧？支持我们一下。记得关注我们极客湾频道，也别忘了去关注一下坦三圈的频道。这种干货满满的长视频，我们可以多来一点同时也要感谢安前研究团队 Dark Navy 深蓝通过内核漏洞 root 了这一台 S26手机，我们才得以挖掘出这么多的信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云飞，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